这里是云南最偏远、最难到达的地方——独龙江。要从贡山县进入独龙江，最好早一些，下午有可能限流。这里保留着云南最原始的自然生态，有高山、峡谷、江水、瀑布，绝美的自然风光，还有独龙族独有的纹面习俗。今天我就带着大家走进云南贡山，探秘独龙江秘境。现在我们离开贡山县城，去独龙江。这里呢就是贡独公路，从贡山县到独龙江。那么这条路呢全长是70多公里，但是咱们开车要开2个多小时，因为它这个路途中呢全部是弯来弯去的这种盘山道，非常多的弯，可以说是10步一个弯。那么大家在这条公路上开车呢要小心一点，现在的公路呢应该是都修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呢就是雪山，在这条公路上开车呢真的是一种享受啊。在这里呢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到四季啊，山脚下春暖花开，山间呢冰雪覆盖，现在正好是日照金山啊，非常的漂亮。我们现在开的路段啊大概是3000米的高度，那么这个路边呢都还有很多的这个冰雪未融化。这个路边呢山上经常有石头滚落，所以遇到这种地方呢要尽快的通过。到这里看到这么美的场景啊，我忍不住下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些冰雪呢都是从山上慢慢的滑落下来的。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到独龙江来玩的话，我还是建议3、4月来看冰雪哈，很美。现在马上进入隧道，这里就是独龙江的公路隧道。这条隧道呢全长有6公里多。这个隧道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哈，有那种时空穿梭的那种感觉。这条隧道呢是2014年才全线贯通的。在这条隧道未通之前，独龙江里面的独龙族人民与外界呢完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穿过这条隧道啊，仿佛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从贡山县到独龙江一共70多公里，但是可能有50、60公里的路段是无人区。我们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这边呢就是独龙乡乡政府的一个驻地。大家看到远处的雪山没有？往独龙江的下游开4公里，前方的雪山下呢有一个特别原始漂亮的村庄。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独龙江的普卡旺。哇，这条河流好清澈，非常的漂亮啊，从上边雪山流下来的。然后这边这些呢就是当地的独龙族人居住的房子，这个房子非常的有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房子建得并不高，那么全部都是用这个木料条木啊来进行毛榫的结构来把它扣上的。普卡旺这里的建筑呢应该是更多的保留了他们原来独龙族人居住的房子的样式啊。我呢也不会在这个普卡旺逗留很久啊，因为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独龙族现在还有纹面的老奶奶呢只有7个了。那么这里呢好像没有，再往上游走10几公里呢有一个村庄，那儿说有纹面老人，所以呢我们要去探寻一下纹面老人。这里呢就给大家打个卡啊，大家看一看这里的景色就可以了。这里呢就是居住在半山的丁葛村。今天我们运气非常不错，我刚进村呢就看到了纹面奶奶。我跟她聊了一下，我可不可以拍摄她，是争取得她的同意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拍摄的。80岁了啊，都好大年纪了。那她算长寿的了哈。我听那个村里面有人说，他们就是现在纹面的老人只有7个了，是吧？就是全个独龙族。7个。只有7个。那你们这个村还有几个？还有2个。2个人总共。这个奶奶姓啥呀？姓丁。姓丁。那其他的独龙族都姓丁吗？还是说有别的姓啊？也有别的姓。也有别的姓。那你也是姓丁吧？不是，我姓贺。姓贺。
就是没有通公路之前是怎么？去过，这是你说的翻山，要去工商的，要走2天3天嘛。走3天才能走出去啊？对。我的天哪！在哪里读书呀？在工商一中。哦，那真的走得太远了。啊，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房子。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奶奶家的是吧？哦。然后还有一个儿子。出去打工了吗？没有，在家。都在家里。那先给奶奶她拿进去吧。你注意哈，有点重哦。重哦，慢点。不客气。你跟他说一下这个天麻怎么吃。就是他那一代是天麻，这个奶奶的话，她纹面是大概什么时候纹的？她小的时候，就是10几岁。15岁。15岁。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纹面呢？就是老一代是每个人都纹。老一代是每个人纹的。就是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最后纹的了。也算是最后。因为你应该有多少岁了，姐你？49了。49。对。对，到你们就没有纹了。他是不是都没出去过？有出去过吗？就是从来没有翻雪山出去过。翻雪山的吧？以前翻雪山。就是出去的话，基本上每次都要走个3、4天。来回得5、6天吧。来回得可能10多天了。10多天。有时候10多天。就是公路没有通的时候，要出山一趟，来回得1个多星期。对。来回是这个过来的也不是，给你的来回是10来多天。出去一趟来回得10多天。那么你要走10多天，中间的话也没有人，怎么睡觉呢？就在山里面睡觉吗？山里面睡觉。就是把睡觉的东西也带着。在山里睡觉。都带着嘛。那不怕山里有野兽吗？那是走路的人多嘛，来来回回的人多了嘛，那时候是。来来回回的人多。我反正是要翻雪山。那不危险吗？就是。好像一般是那个雪山上是一般是冬天才有嘛，夏天是没有雪。夏天出去。夏天出去。那冬天大雪封山的话就不出去了。对，是那个意思。我听那个有人说，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纹面呀，主要就是还是担心说外族的人来抢他们，有没有这个说法？家把这地过来偷，这地过来偷不下，等待呢。这地过来是偷不来，现在嘛都我买哇。这家把民族习惯哇，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就是因为祖传下来就是这样哈。民族习惯哇。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你是从哪里？贵州。你知道贵州吧？知道。远哦，我来这里1000多公里哦，开车都开了好几天，我在路上慢慢来的。对，这个奶奶纹的，她有没有什么讲究？就是有没有说法？有没有呀？也是不的没有也的不都咋？路上了。给了路上了。呀嘞。我说路上了。路上了都咋没的都嘛的。他说是他纹面的时候是老是骂，都是骂。都是刺。用刺。行嘛，不收的等于行嘛。不收的的。用刺纹的。用山上的那种刺。然后再把颜料放进去，就是有颜色的东西放进去。颜料放进去。那不是很痛啊？痛哈。到比你啥嘛？啥？痛。一个星期要咋改没一些？1个星期，他说是1个星期不能吃饭。1个星期不能吃饭。我妈妈也没纹。你妈妈也没有纹，那可能比她小几岁是吧？比她小几岁，是我妈妈早就不在了。他们是那个纹面是，意思是他们意思是愿意的人纹嘛，不愿意的可以不纹嘛。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也是愿意的人可以纹，不愿意的可以不纹。自愿。那如果说不纹的人，会不会被长辈说？不会。不会。
哎，我没够行嘛，把东东西脏洗了可以没够行。没个啊，没有送，没个。不送什么。就是大小的时候是比他大的老人是每个人6万。比他大的是每个人的纹，嗯，然后正好到他呢就可以自愿纹不纹。自愿纹，对对对。他们年轻的时候翻山越岭有没有跑到国外去过？隔壁不就缅甸吗？缅甸的几年了？没见过没有？没有去过。出去赶集就是到贡山县，嗯，除了哪里都没去过啊。哪里都没去。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分享一下？啥地方得等呢？啥地方得等呢？对对，有的最多的下次个弄不了。这个人说是以前是在我们跟人家是没有吃没有穿的时候，那个解放了以后是有吃有穿的时候，那是还算是看到幸福，那算是。对，就是还是赶上了幸福哈。赶上幸福。就以前的话，吃穿都比较困难。对对，但是康熙共产党。他们这里以前咱们小的时候鞋子也没有装，衣服也没有装。就是他们小的时候鞋衣服都没得穿。没得穿。那身上穿什么呢？哎嘛，这种挂起嘛，对，这种娃娃嘛，哎，我这个东西娃娃嘛。做瓜哎。做瓜，叫瓜呗。那衣服是我们自己可能那种。自己编的。自己编的。用山上的树来编吗？对。麻线也行嘛。麻线。就是用麻线呀。用麻线来自己编来穿。自己编。那现在他穿这个衣服的话，就是独龙族的衣服吗？这个。是。就后来就这个衣服就表示是独龙族的服装。对。哎呀，今天特别幸运，碰到了奶奶，主要是也碰到了你，要不是你的话，我跟他也没法交流，对吧？那我走了，奶奶。那我跟你握个手，就是祝你活200岁。姐，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我走了。身体好的啊，就是注意健康，少到山上走了，现在年纪大了，你跟他说一下。现在呢，我已经告别了奶奶和那个大姐，到山下来了。那个大姐他们以前就是住在河边，他们以前的房子呢，就是河边这种房子的样式。在他们居住的后方这里呢，有一挂瀑布啊，这个瀑布呢叫做的确瀑布。的确在他们独龙族的语言中呢，就是瀑布的意思。通过跟文面奶奶的聊天之后啊，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啊，还是自己亲自来了解比较好。我在未来之前找到一些资料呢，说是文面老人为什么14、15岁就要纹面，是因为地方上的人怕这个姑娘长得漂亮，然后呢容易被外族的人抢去。你看，不是这个意思吧？而是他们本来就有这个传统。那么在奶奶的上一代呢，是全部都需要纹面的。在这个奶奶这一代人呢，其实是可以选择纹还是不纹。解放之后呢，他们就已经跟外界取得了联系，经常性的翻山越岭呢，到贡山县去买东西，但是来回呢，差不多要1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独龙族人呢，大多数呢都生活在独龙江沿岸。总人数呢有4000多人，有一少部分呢可能生活在丙中洛。独龙江的风景真的非常的漂亮，从贡山县过来，中间70多公里几乎都是原始森林。不光是独龙江里面美若世外桃源，就是我们来的这70多公里路啊，都是美景尽收眼底。所以说独龙江真的是值得大家来游玩的地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独龙江之旅呢就到这里哈，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越过横断山脉，跨过怒江、南昌江、金沙江，翻过雪山，奔袭千里，就为了去看看中国唯一合法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制的500年古村纳西族鄂亚大村。想来到这里啊，真的是不容易。车开到大山里，轮胎搞爆了，我去，咯咯咯咯响了好久了。我下来看才发现轮胎爆掉了。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出来，然后把这个备胎取出来。我这个工具也挺全的，手套、拖车绳、电瓶搭接线都有。
这个备胎太小了，到那个补胎的地方就必须得马上换。如果说一样大的备胎的话，就可以一直开都没问题。啊。008号啊，这个备胎换了一下，要发财喽。唉，好了，走，赶紧开到镇上去补胎去。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州鄂亚那乡鄂亚大村。可以说这个村呢，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村了。这些房子全部是层层叠叠的建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啊？村子的边上呢就有一条河啊，所以这里的居住环境也是相当的好。那么他们这个人居住在这边，然后主要种的地呢在另外一边的山坡上，所以我们在一些视频里边呢经常看到有马驮东西。右边这个山头上这片房子比较有意思啊，建在中间凸起的一个山头上，有一种石头城堡的这个感觉。今天是星期六，你看很多小孩都在家，然后他们住在上边的呢就通过这个旋转楼梯下来玩。这边就是山顶上的这几栋房屋，这个石墙呢也是垒得非常的高啊，这看看都得10多米。站在中间这个山头上呢，我们可以一眼看到这个村庄的几乎所有建筑啊，就沿着这个山梁，然后层叠错落而建，看起来也是挺美啊。那么中间这些巷道呢，也都是穿梭来穿梭去的。今天呢是这个星期天嘛，所以说呢，你看家家户户的小孩都在家，非常的热闹。这个建筑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它是几百户人家的一个集体智慧，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来回串通，又相互之间是有隐蔽性的。你在直播呢？我就说你们这个村好多网红都在直播呢。是的，人家都是大网红。是不是有10几个20个了？没有，大还是有有。有吧？你现在也准备在直播？是的，我在学。这个村庄呀，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在这里直播，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喜欢看直播的应该已经了解了这里的火婚制。我还是大概说说我了解到的情况吧。本来这次呢是想找个当地的网红让他们说说，不过事不凑巧啊，联系了一个妹妹呢，正好我来这里，人家去了香格里拉。进村遇到了个刚开播的小妹妹，人家正在直播，我也就没好意思打扰人家。这里的火婚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一夫多妻，那妻子一方大多数是亲姐妹，反之一妻多夫，丈夫一方多是亲兄弟。我知道大家关心同房和孩子的问题，这里只说我了解到的事实啊，大家不要乱评论。首先通过走婚的方式，大家相互有好感再结婚。那么结婚的时候，多妻或多夫的一方由老大来举行婚礼仪式，其余的不参与婚礼。婚礼过后正常走婚。关于房间呢，都有自己各自的房间，就拿一妻多夫举例吧，2个或多个丈夫都有各自的房间，妻子进入哪边一般都会在门口有提示，这样呢，另一位丈夫看到之后也就不会打扰。关于孩子这事儿确实不知道是谁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就有2个爸爸或者3个爸爸。这就是为什么丈夫一方大多都是亲兄弟的原因，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都会视如己出。这是一种相当古老而且原始的婚俗，一直持续至今。2000年以前这里的火婚率都很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年轻人就很少有人在火婚了。除了火婚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的建筑。鄂亚大村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纳西族同胞已经在此繁衍生息32代，是迄今为止纳西族民俗保留最完整、古建筑最原真的地区，堪称世界仅存，中国唯一。这些建筑从山顶到山脚依次有序，层层叠叠，
这种建筑啊是全球十分罕见的蜂巢状建筑。大家应该知道，蜂巢就是指蜜蜂的巢穴，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得如此密集呢？主要还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相互有个照应，团结一致，防御外敌。这也是成百上千年前就流传下来的。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对外严谨的态度却并没有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只要你能进入其中一户人家，你就能通过这户人家辗转到另一户或者另几户，家家相通，户户相连，而且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养殖牲畜。就说这样的建筑，如果说所有人不团结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建成这样的建筑的。所以从这个建筑来看的话，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他们纳西族人啊，非常的团结。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啊，这建房的位置很难调节的，谁在上谁在下，谁在左谁在右，其实都是很难去融合的。所以说纳西族人这种合作互信、为民族大义而舍小义的胸怀，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这一独特文化和特殊的村落建筑，在2006年的时候呢，也被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这样一座从前无人知晓的村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村口的指示牌有3根石柱子，最高的柱子呢有 5.1 米，代表着鄂亚大村至今有500余年的历史。矮柱有 2.53 米，代表大村有253户人家。高柱子之上是大鹏神鸟雕塑，大鹏神鸟有鹰的翅膀、人的身体、龙的爪子，可上天入海，赋予人的智慧，被纳西族人称为霞求镇宅、辟邪、护佑大村、五谷丰登、吉祥安康。中间堆放的鹅卵石为12生肖石，来此游玩的游客呢，可根据自己的生肖找到对应的祝福语，与自己喜欢的生肖合影，祈福自己吉祥如意，心想事成。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期再见。在云南巧家县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悬崖峭壁之上。这个居住环境非常的奇特，四面临崖，正好整座大山呢就中间这个位置腾出了一块平的地方，恰好呢就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里想要通往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经过悬崖峭壁，如此险峻的地形啊，大家是不是很难想象？怎么可能会有人居住呢？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好奇？那今天大家就跟着阿泰的镜头，咱们一起徒步上崖去拜访一下。现在我们已经下了一坡，来到河边，这里有一个废弃房屋的这个地方。那么前边呢就是一座吊桥，穿过这座吊桥，然后沿着河流往这个下游走一段，那边的崖壁呢才能爬上去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崖壁呢太陡峭了哈，这些地方是没办法爬上去的。这个吊桥呢也是非常的险峻啊。这下方有几十米高，看着呢这些铁条也是锈迹斑斑。上边一户人家呢，他们也是必经之路啊，必须要过了这个吊桥，然后在那边的崖壁上呢才能爬上去。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些树木呢已经开始在发出嫩芽。清澈的河流，这个峡谷下边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的美。河水呢也是绿油油的，特别的漂亮。今天这边的温度呢有20多度，其实挺热的。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上面这一户人家呢，去年我来过一次，当时呢天气不是很好啊。上去之后呢，这个阿姨他们家呢在采花椒，那么阿姨还特别好心的给了我一包花椒。但是我回程的途中呢，不知道把花椒丢在哪里了。说实话啊，也辜负了阿姨的一番好心。这一次再来拜访呢，顺便也跟她道个歉啊。咱们的平路已经走完了，从这里呢就开始上坡，沿着这个中间狭长的岩壁呢，从这里爬上去啊，爬到那上面去呢，就到他们家。从这个下边开始爬坡，差不多就是半个多小时就能到上面。那么总的路程呢，也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吧。但是这个
路很累啊，基本上都是笔直着往上爬。这些地方的地质情况也是比较差的，经常上面都有石头滚落。你看这些石头呢，就是上面一点一点滚落下来的。现在就翻过这个崖梁，那么特别的陡峭，在这个上面走呢也是要非常的小心。那么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呢，还碰到叔叔阿姨在背东西啊。说实话，你说这个路让你背东西，你敢背吗？自己空手走都费劲。哎呦，哎呦，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但是人家却是世代生活居住在这里啊。终于爬上来了，在这个山梁上好凉快啊。这些土地里面呢，就是阿姨他们家种的花椒，现在呢还是一些干枝丫，还没开始发芽，所以看着呢也有点这个光秃秃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过来的，车子呢是停在那里，因为这下边有一家人在办丧事，那么步行过来呢，在这个小村子这里有一条小道下来到河沟，在那个地方呢过了吊桥，顺着河往下游走。走到这边这里呢，然后顺着这个崖壁爬上来，这个就是我的行进路线啊。整个的耗时1个多小时。从咱们的航拍镜头来看的话，非常的陡峭啊。当走到中间这一片地方的时候呢，其实也还好啊，这一片还是比较平的。其实居住在他们这里呢，这个视野还是不错的。看看，这个就是住在这里看到整个对面的一个视野，关着门的嘞。我，哎呦，你还认得我不？认得，快来。认得呀。过来毛吧。哎呀，我去年来过的了吧？你晓得呀？哎呀，我很感谢你，快来。感谢我啊？哪感谢我呀？为哪呀？我花椒你给我发出去，那有一个柜子，那个哪子呢？江苏的。啊。人家给我的花椒纯子，买完了就是没吃到好大的。买完了。啊。啊，一个人给你买完了。啊，我60吃了。哦。给吃掌水，我烧掌水给你吃。不用，我有水啊。不烧。所以说我有水。我上次你送给我的花椒，我拿路上。我拿挂到那等烂了，人家忘记了意思。就是忘记嘞。哇，我家还有点干花椒还。哦，不要！我说我还不好意思的，你送给我了，我拿几个还没拿路上放起来。我就说真的掉那的药，我说我好心拿给他咋掉在这？他就是不忍心烂，我说我们也不得手烂了。我挂在这儿在那坐哈走的时候都忘了。那个我说咋个弄得乱的了，咋个不拿这个？呀，后头呢，我家儿媳妇娘了，你误会人家了嘛？结果人家我还感情，人家不说，人家给你花椒放出去嘛，人家说的你卖出名了，你2天你还按着的。我说我才误会你嘞。你肚子吧饿了？不饿啊？不饿。我说我整饭给你吃，我们小孩要煮饭吃。不整我不饿。当然有香蕉的嘛，我香蕉吃都要前面吃，我们都不拿，出来给他吃嘛。我不喜欢吃水果，我喝水。你们自家都产的香蕉啊？我要河边有多少一大把，你没上来看了？哎，你们家的土地不得了嘛，多嘛？哟，你走娃子桥边，你走哪里来了？吊桥了嘛？就咋子出来的花椒是我家的。河边面那些都是人家的。哦，对，一起这大面条河沟线都是我家的。你那土地还多？哟，多嘛不起作用的。你还是自家的香蕉？啊，自己的。这个是熟了吗？熟了，可以吃了。可以吃啊？香的。那你放进，我吃根儿。我吃下的这个香蕉啊，小根的哈。好吃啊！跟你说，我家就是米椒、香蕉。米香蕉哈。哦，对，你可以吃了，反正我们都在米了吃了。还没有啷个下雨哈。下子跟你说，人家哪都会瞧你们贵点些嘞。我们贵州经常下雨。那些好得很，跟你说，我儿子说的，温度没咱们家最高。
其实你们这边温度不太高，啊，它主要是山上，你们这边主要是山上全是石头，它树少得很。哦，我外面尽是大树树。你买那我给你带的啥子啊？你给我带啥子来？酒啊。哟，你嘛没事了，你不难背啊？我就是懒得背个，我才带这个个。你喊我背个几十斤东西，我还背不上来哟，是吧？天哪，我也是这我是我就感谢你了，还背酒来给我。这是我们自己的酒。哦，你家自己产了？啊，我们自己公司产的。哦，天哪，哎，我就看到给人那个有大帮人啊说你下来的，我车是开的这个半山田地的。哟，今天接下来不到，就是你说这啥子出来啊多，晚天是昨天晚老能给我打到背上了。嗯，谷子啊，打谷子，把谷子背在这上面来。啊，对。呀，才恼火。我在打5、60坨谷子。刮大风的是吧？啊，出来300块。哟，天呐，人都黑了要不得的，黑了全是小树的那些。那人都搞哈到了是吧？哎，太黑人了，眼睛都撑不起，结果满天是黄眼黑杠的，眼睛都不敢撑。那么大的风啊！那你过年是在街上过的吗？在哪过了啊？我们老2个有羊子，我们就这过的。就在这过的。他们给动小心买了，就这过的。我们过了3个年了，在这里。哦。单独过了3个年了。因为你羊子在这里不在这儿过年也不行。那我觉得你羊子还是不要喂的，花椒呢偶尔可以管哈。你喂起羊子你没办法走的。羊子嘛就是说的，今年都喂了嘛，要下个月就不喂了嘛。就是光管河边做花椒。对。这个喂在山里的羊，你们看看，回来都是特别精神的。哎呀，吃啥了嘛？你的人啦，你今天咋个了不带起来？把人都带丢了，把人带落了。我儿今天带了哪个啊？我都准备走了，不走啊？不走，我走乔家去。我不耍了，我吃了的。我不吃了，我走了。我不要，不背，我不背，我懒得背。我走了，娘走了。我不等了，走了。我懒得背，不要，走了，不拿下来，我走了。我已经下到半山腰了，朋友们，果不其然哈，上一次阿姨送我的花椒我丢在了半山腰，然后我就猜到她下山的时候肯定会看得到，因为就放路边。那她下山的时候看到这一袋花椒已经烂了，然后她确实有一点点误会啊，她觉得我可能是不好意思要她的，又或者说是我看不起那点花椒，然后放在边上的。其实呢，当时我就是应该坐在哪里休息啊，把花椒挂在树上，然后走的时候呢就忘记了。走到山下去呢，我也不可能再回城来找啊，因为真的是爬山太累了，所以说呢就直接走了。这一次出门呢，我从我们遵义的赤水，然后过来经过宜宾，经过延津到昭通，然后到巧家县，准备去往攀枝花，往丽江那个方向去啊，正好经过巧家县。我想想，哎，我还是到这个阿姨这里来看一眼，解开一下这个误会。我觉得呢也是有始有终啊，跟阿姨聊两句呢，咱们这个有一点点误会呢就解开了。阿姨也说了哈，她可能就是今年在这个上边养一下羊，然后明年呢可能就要到城里去带孙子了，然后这边的羊呢就不养了，花椒呢偶尔回来打理一下。这个地方的地质条件呢确实是非常危险，他们也说了，有一天刮大风啊，那简直是吓死人，整个这里是飞沙走石的这种状态，然后房屋顶都给掀翻了。整个这个地方的地质呢，确实是让人忧心忡忡啊。它地质不太稳，年龄大了呢，也不太适合在这种地方居住，因为这个路道走起来呀，真的是特别的危险。大家很好奇的，辛阿姨家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住呢？那个年代呀，主要是住在这种地方呢，较少与周边邻居产生一些瓜葛，那么比较亲近，然后周边的土地啊、山林啊都是自己的，也不存在跟别人有边界之争啊。所以呢，住在这种地方呢，避免了很多的口舌。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呢，你随便住在哪里呢，都是不通公路的，没有啥区别哈。但现在呢，确实是这个地方呢，在悬崖绝壁之上嘛，公路没有办法通到这里。
也就成了这种与外界比较隔绝的一个地方，只能靠步行呢进出山。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哈，我也慢慢的下山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赤水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有2栋房屋居住在半山腰上，前方呢就是陡峭的山坡，后面呢是高山。整个这2栋房屋居住的地方啊，地势平坦，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还有很多土地呢都是有耕种的。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这个地方并没有通公路，不管是他们从哪个方向走呢，其实都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路的痕迹。怀着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啊，我们准备到山下居住的村民那里问一问路，上去一探究竟。在这个峡谷的底部啊，居住着有几户人家，我向他们打听了一下哈，他们说要到这个山上，这一家人呢，基本上是要攀爬悬崖峭壁才能上得去，估计得走1个多小时。那么从这一边这一户人家的后山这里呢爬上来，我现在已经爬了差不多100米了。整个这里的山呢也是比较高，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下边，我现在呢差不多垂直已经爬了100米了。那么这户人家呢，垂直距离和峡谷的垂直距离大概是400多米。那你看一下400多米，他们都有铺了这个石梯，而这个石梯呢是断断续续的折弯的铺上去。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铺这个石梯大概都要铺1-2公里的路程吧，因为它不是垂直往上走嘛。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下山的这个路啊，铺这个石梯啊，都不知道要铺多久。我估计没个3年2年他也铺不下来。可以说以前居住在上边的人是非常的勤劳的。去上边的路啊，要穿过大片大片的这个竹林。这里的风景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竹子。走在这个竹林里边，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啊，整个心情都要变好不少。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赤水这边的地形地貌。青山绿水加上这种特殊的丹霞地貌啊，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全是爬这个石梯，其实爬山爬石梯是最累的。哎呀，太累了，休息一下，补充一点能量啊，喝一喝娃哈哈的苏打水。大家不是现在都在支持娃哈哈吗？苏打水挺好喝的。走累了吧？汗水钻眼睛，然后鼻涕呢也在流，我天哪！哎，稍歇片刻，继续走。穿过这一片树林啊，咱们应该马上就要到了。上面已经看到土地了，而且我还听到鸡叫的声音了。终于是到了这个上边，一只大鹅在那个地里悠闲地啃着杂草。这上面真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好土地啊！半山腰的位置，居然有这么平坦的地方，这儿太舒服了。那边那个地里看到有个阿姨啊，我们待会儿去跟她打个招呼。我们上来之后呢，就看到这里有一栋房屋啊，这栋房屋呢好像是废弃了，然后这个地板的话都是用石头来铺的，只不过现在这一户人家呢应该是没人在家居住了，然后有养一些蜂在这里，但是这个呢可能是上边一户人家养的，因为我在下边的时候问过下边居住的村民哈，他们说这个上边呢以前确实是一个小村子啊，好几户人家，但是现在呢只有一家人居住在这里。这里是以前的这个洗菜台，包括磨刀的地方，对吧？然后水缸什么的都还在这里，只不过呢人已经不在这里居住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片的土地呢都有耕种啊，估计就是那个阿姨在种的。这些鹅呢也是他家养的，包括那里还有几只鸡。吃饭没到，老人家？饭吃过了。
吃过了。耶，你们这儿还可以哦，看得开完了。香是香呀，就是破破烂的走嘛。都是向阳破破烂的走。你是住哪点呢？住那家是吧？哦，那些娃鸡都是你养的？我养的噻。你们还有几个人在家里面嘛？我家人又多，这儿都是出门口了些。都出去了哈。你们这边姓啷哟？我们这姓王。都姓王吗？我们这没姓金。他们姓金。哦，耶，这上面的还比较平呐，这土地还多啊。土地多得很，丢荒的多得很，种的少得很咯。你这土地是用锄头挖呀？锄头噻，你看嘛。没得那个牛的啊？没用牛，用水台用去牛。哦，现在的话就得你们一家人长期住在这儿。哦。他们就是偶尔上来干下庄稼。你也是在这儿的吗？本来就在这儿吗？是别的地方嫁到这儿来的哦？原来我那底下面嫁在这儿的。你好大年纪咯？我70岁了嘛。你都快70了。啊。呀，看起还有点看不出来些。我面子就嘛就是70岁。明年是70岁了哈。这里是不是靠四川的边界呀？我们只是四川噻，这面是贵州，这底下也是贵州。哦，意思你们这边也是属于四川了？哦。我还以为是属于赤水。不是赤水，我们只是富江县管的。河沟对面就是赤水。哦。然后这边就是四川了。哦。一年打绳子可以卖好多钱哦？哎呦，绳这些都没好值钱的。打起绳子还是背起下去啊？是背下去噻。就从这里路背起下去啊？背一背可以卖好钱嘛？背你好点还是要背70-80斤。1块多一斤？块多2块。2块钱斤哈。下边上来那些布梯全部是你们自己安的啊？是噻。光安那些布梯要花不少时间。还是要花多时间找人，岂不说的谁在功夫上还不陌生真。哎，对，因为以前这上面住的人多。那会儿我这好像几十个人这会儿。就是啊，以前的话有几十个人住在上面。有70-80个，80-90。我看老人家你还一天开心完的。啊，这还这个年代不开心干嘛？有吃的有穿的，穿起这会儿就说。是的。吃饱就是咯。是的，现在是真是吃喝不愁哈。哦。不像以前那个，还有时候饭都不得吃的。真的，这会儿嘛就买吃也不喊人买吃，买3个30-40斤比你要吃多些机会。对，你应该没有经历过饿饭年代吧？我们是没经过嘛。哦，2-3岁可能。是噻，2-3岁、30岁、50岁。你记得呀？从记不到嘛。你看我55年生的，从不遇到嘛。哦，对，4-5岁哈。哦。当过你干活儿没咯？嗨，我们这样人是啥子嘛？甩的。甩的。哦，要干活儿赶一赶的。咦，这几个道哦。你那真的老头嘛？正义汇川区你晓得不？你肯定不晓得。没走过哈。砍好多木料哦。还有木料是砍来做啷个的嘛？哦，砍来做大料。这土墙安全没啊？全部都看你是湿湿。不影响哈。一年卖竹子可以卖好钱哦？523一吨了嘛。你们一年可以卖好多吨哦？我们至少是公路不通过，那都是帮人砍。帮人家砍好几天哇？像我些都是要挣100-200块钱条嘛。你都可以挣100-200块钱。我们不在学，别砍工价方面。哦。我们就是按照工资啊，喂点牲口子，猪那些喂点。喂猪都喂得有哈。还是喂猪那些。你家几个小孩啊？我2个小孩啊，儿子儿媳妇对面的有30个。30个哈。一大家人。你觉得农村矮点吗？城市矮点哦？哎，我们这边人没知识的就在农村好，种个旱，我管个儿就煮点大米吃，煮点菜随便给开班可以吃了。城头去你还没横点的，你家我们关起诊所嘛。随便出去买根葱头上面都要钱了嘛。是。我山上过去。想给煮点就煮点，想给捞2根菜来煮稀饭就煮稀饭的，还自由自在的哈。也不担心有钱用的，反正家里有吃的。不就是钱那些嘛，多用，没得不用嘛，只要有菜吃。过年的话，他们都是回来过年吗？晓得。回来过年噻。
过年的时候都是过年那几天都是在家里。哦，哎，还是热闹。热闹。可能过了年初几就走了哈。就是。那你种庄稼要肥料不呀？要买点不多，买点不多。下面背起上来也难得背哦。买过1、2百几份要背到多回事么？一会儿背50斤。哦。哎，这2个猪还可以，你看你肥完了2个小猪儿。俺大姐买的。你好像也喂了不少疯子吧？有几腿儿。几腿儿啊？对，这上面大多数都是蓝嘴哈。蓝嘴、赤嘴、8腿都有。这种就是蓝嘴噻。哦。那蓝嘴长得大跟家呀。这家土地收了都不大的。你去年喂3、4个猪卖没得？我花300噻，我都要去广州老板去就买。广州老板来买几去？哦，那在上面倒工就转身来买就来撒盘就可以。哦，等于你们小的在广东打工。哦。然后等那边的朋友他要这边的肉哈，你跟他喂起他的盘子去。哦。哦，你这个还卖得远呐，你的猪还。大小。我带你有2瓶酒送给你。不。妈，我们贵州的酒。不，不要送我。哎，客气。要不得。我们自家公司的酒。那我不打扰你了，你要干活了，我怕要打扰你干活了。俺姑反正是耍。我慢慢的走起下去。要得。还有。抓也抓住要走。咦，有啷个要不得？那我走了，娘。你们这儿是喊娘娘吗？喊啷嘛？是喊娘娘哈。啊，那我走了，你慢慢的忙哦，我不打扰你干活儿。哎，这个上边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山都看得很开。然后他们这边的这些人家呢，他都是住在这个相当于一个3梁的位置。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土地也都是非常的平坦，水源也是不缺的。所以这个上边以前居住在这种地方是非常舒服的。这个地方呢，目前就只看到了2栋房屋。那么那个阿姨呢，她是住在上边那一栋，这一栋房屋呢是没有人居住了。那阿姨说呢，这个房子的位置以前还建有一个纸厂，当然这个要追溯到50、60年前了。那现在呢是没有了。大家知道我们用的这个纸巾啊，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包装上啊。要么就是用竹浆，要么就是用木浆啊，就是2种原料来制作的。最远古的时候做纸呢，就是用竹子来做的。这个地方整个视野是非常开阔的，除了后山是靠山之外，另外的几边全部都是可以看很远很远。我们从阿姨这里了解到呢，整个这个上边原先呢有70、80个人居住，只是现在交通不便呢，全部都搬走了，只有他们一家呢还留在这里居住。因为这里上下山只能走我上来的这条路，所以说呢，这个运送物资非常的艰难，其他人呢都搬走了。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断言，很多东一家西一户的村庄呢，将来会不复存在，只有那种超大的村庄呢，才有可能保留下来。像上边这么漂亮的地方，大家喜欢吗？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巫溪县的南阴大峡谷啊，看一下我身后这个云海，太美了，太壮观了哈！今天早上真的是运气超级好。这边有一个村庄是4面都是崖壁的，非常美的一个村庄。那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是到了那个南阴天路那里，但是对面这里呢没有来哈，所以今天呢我就专门到对面这里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进入这个村庄的这个公路呢，全是崖壁公路。而且现在这个云海的位置啊，正好在公路的边缘，整个这条公路看起来就像云端的这个挂壁公路一样，非常的壮观。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悬崖村，正好在这个村庄最前边悬崖上的这个池子这里。
他们这个池子啊，整个周围全部是用围墙围起来的。村子前边崖壁口这个池子呢，它是一个弯月形的形状。那么前方呢就是悬崖峭壁。那么我们在地面呢是没有办法看到它这个池子的一个全景的。我们的车子呢是从那边那条悬崖公路开过来的，而且那一段悬崖公路整个长度有4-5公里，基本上都是类似于悬崖公路的这种地形。那这个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居住在中间这个悬崖中段的一片的这个平地的位置。那么往那边去呢，也都是悬崖峭壁，后山呢是高山，也都是崖壁，包括这个村子的前方呢，也是这个悬崖峭壁。所以这个地方呢，在以前呢，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嘛，随便走哪个地方呢，它都是要行走在崖壁之上才过得去。现在呢，咱们是有几个疑问的。这个村子的人搬到这里来多久了？他们那个崖壁公路是什么时候修的？这个村口的前方为什么要修一个弯月的这个池子呢？它有什么寓意吗？我们村里面找个人问一下。说在挖啥子哦？挖地呀。不用牛吗？不用牛，都是用手工啊。对。用牛不是轻松点吗？我们没有喂牛嘛。没有喂牛啊？是贵姓的？我姓朱。朱德的那个朱？哎，朱德那个朱。啊，这个村子的地名叫哪啊？叫高洞村。高洞村。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盛产中药？产呐，什么牛呢？前胡。前胡哈。这个东西啊，高中低都出，不出的什么呢？党参贝母。党参贝母不出。不出，我们这高不高？低不低？这儿好高啊？这里可能有个1200-1300吧。1200-1300哈。大概就什么样子，反正我也不具体去知道。特别适合住人的地方就是1200-1300。就是那么个地方啊。这个村庄建村有好多年了呀？哎呦，解放以前这儿就有人。这儿就有人哈。解放以前的人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好多年了呀？哎呀，那具体不清楚。具体不清楚。我都是解放过后生的。他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奇怪，全部到处都是悬崖崖哈。对呀，他就在半夜中间生那么个灯灯儿。就在这个地方。那最开始来的人是哪些人呐？哎呀，刚刚在这儿来的人，据说是姓李。姓李。后来呢，就是姓张、姓李、姓王，这些都是从别处搬到这个地方来。解放前，穷苦农民没得土地上。解放以后，感谢党，这个把狠人，统统的把他，这个就是以前这个地方也有狠人。有啊，有地主。有几个地主啊？我们往常这个地方，他都是一家地主，相当于这个所有的人做的土地都是这个地主的。对吗？就是帮他。帮他干长工、打短工嘛，当常年的意思嘛。对嘛，就这个意思，对的。等后来打地主之后啊，就跑了。地主那些嘛，把他的土地呀都分了呀。等于而且叫么呢？分胜利的果实嘛。对。他的那个财产就分给这些老百姓的，这些老百姓就在这里生长居住嘛。对，这个公路没有修通之前的话，应该就是走矮路是吧？哦哟，这个路哈，没有修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往外地去，都要从那个五罩子的地方那个上达再下。那就是走爬崖，要爬崖的，反正爬崖，全部要走那么上下。因为你这个地方不爬崖，走哪都出不去。对嘛，就这个意思。那我看修那个矮路啊，起码修好几公里那个矮别路。那个路是哪个时候修了啊？19年、80年，具体哪一年到底那条路我也快记不起了。是开化公司排的那个头。那个时候都也是用挖挖机了哈，已经。哎呀，没得，全部是靠人工。等于这条路以前修的时候全是靠人工修的。全部是靠人工，从那些崖上那些路哈，都是用2锤钢钎，用瓦子钢钎打进来，用瓦子这个底下要灰起来，然后灌炸药进去，把它炸开的，都是靠人工抱着锤打，并且是义务。这条公路你不修谁修？你的家乡谁给你建设？就要靠你自己的双手嘛。对，现在住有好多家人啊。
那小的有几十家呀，几十家哈。那是几十家，那具体我也不清楚。我看你们这里都发展的挺好的，家家户户都楼房啊。也不那么太好，我们这个地方呢，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都是靠出门打工挣点油盐钱回来，然后有点多余的进来起点房子，就那么个就。我们这个地方他的说法就是哪个呢？他说，四川的人就不没得福啊，挣了几个钱就要先来求，他是这样说的啊。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哈。这个地方啊，原来是最缺水。原来就靠那些山上，打个沟沟那个来水，就像那个像个剪刀似的那个叉一头哈，那个地方，就有一股水。我们这个村高上现在有2个社，都是吃那个里头的水，这么把它捡到这儿。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好啊，现在都是弄管子把它捡到这儿来，打个池子就那么吃。高山没点水，就是在那个山那边捡水呢。这后来我们这修了双通大堰沟，就是那个水池，叫双通引水工程。这儿还一搞成了过后啊，一到冬天里没点水吃的了，就抽那个的水，抽上高上去，供那个几百个人吃水。原来在没有开挖那个池子，没有搞这个提水管的时候，高山的人一到大天干，那个爱县线上，全部是在那儿来挑水哈，全部是在那儿挑水池。等于这个池子是为了吃水修的，双通引水，不是说光叫吃水。我感觉这个池子修得很好哎。这个池子修得好啊，这个水流到下面去啊。我感觉这个水池修了风水都要好点。对嘛，是吧？有没有人那个说过？有人也说过。这个也不奇怪嘛，老百姓吃水用水方便些，就这么一个大的开挂，就这么个意思。听这个大叔说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池子它是一个大工程，从湖北那边引水过来，放在这个崖壁上了。整个池子的深度有8、9米，怪不得我们从空中看下去，这个水啊都是绿的。从这个地方呢，可以把水放到这个峡谷底去，然后发电。据说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啊，当时修的时候修了好多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的后山，还有700、800米的高度，所以你看，基本上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云雾缭绕，看不到上边的山尖。那么刚才大叔也说了，他们以前要出门的话，还不是走现在的这个公路，而是从这个山顶上翻到另外一边再去，来回都得走几个小时。看到这个地形呢，我的猜测也差不多是对的。最开始到这里来呢，就是有钱人，以前古代的有钱人地主。后来这个地主倒掉了之后呢，住在这里的所有人呢，就把这些土地呢都分到各家各户。整个这个村子呢，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哈，基本上家家户户呢都把这个楼房修起来了。前方这个池子啊，真的是点睛之笔啊！你想一下，整个村子的下边是悬崖峭壁啊，然后正好这个村口的位置呢，修建这么一个水池。就把整个村子呢都盘活了的这种感觉哈。这个地方啊，整个视野非常的开阔，环境也非常的好。它的海拔呢大概是1200，也非常适合夏季在这里避暑。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1年最少有2/3的时间你是可以看到云海的。所以说呢，大家夏季避暑的话，其实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的啊。以前这片住200多人。全部走完呢？走完了。在四川万源市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方圆几公里呢都是没有人烟。这个地形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山形呢也生得非常好看啊。这户人家的周边呢，这些土地啊，看着有翻动的痕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留居在这大山之巅呢？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达州的大山里啊，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群山，就知道我在山巅的位置。车子呢是开来停到这下边这户人家的，我已经爬了一段的山了。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山上去探访一户隐居在大山之中的人家。从这里步行过去啊，还得走3、4公里，我的天！
然后去那户人家的途中呢，这个半山这里呢也还有一家人住在这里的。这边这些呢都是种的土地，也种的这个玉米哈。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到的是身后这户人家呀？不是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去那边的话还要走这种毛狗路，因为这个几公里的小路呢，其实走的人又少，基本上呢也很难说把这个草给它除一除啊。大家可以从空中看一看我此次行进的路线。我们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小山脚下的这户人家这里，然后呢顺着这个地方上去，经过这一户人家，然后再到这一户人家的后山，这个半山腰有一条路呢横跨好几座山，一直往前走。我用卫星地图测量了一下哈，从这个停车的地方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直线距离就有2公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走这个山道的话，应该是要长很多的。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半山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些所有的土地，以前呢都是有种的，现在可能人都搬走了，然后这些地方呢也全部就丢荒了。时过境迁呀，大山里面的人呢，一户一户的都往外搬，所以呢，这些以前的耕地呢，也大多数丢荒了。这里大家看到吗？还搭有一个简易的小木棚。我估计啊，以前在这些大山里边，其实有很多人家户居住，可能他们这边呢搬迁的比较早。我的猜测是没错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牛圈，对吧？以前的牛圈整个上面都没有了，这些木料呢，不久的将来可能就是3年5年吧，都会化为灰烬，啥也看不着了。所以啊，我觉得山里面建房子啊，尽量的可以建木房。为什么呢？一旦没有人居住呢，最多就是过个10来年、20年呢，它就归于平静，归于自然，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建筑垃圾。像这些木料呢，它再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化为尘土了，就不会去破坏到大自然。我们建的钢筋水泥房啊，哪怕你过100年、200年呢，它依然还在那里，所以对整个生态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个路啊，基本上就不怎么看得到路了啊，都是看到一些杂草。当然，这个路的印记呢还在。那我估计以前的话，这边应该不止一家人居住啊，住的人还挺多的。前面这个山啊，大家看看，老漂亮了。你们有没有感觉像一个驼峰呢？中间可以骑个人。这个山上老多的这种红籽了，就我们俗称的救军粮。大家饿了，实在是想填饱一下肚子了，可以采点吃。但是我现在呢就不能采来吃，为啥呢？要跟大家说话。待会儿你们看到我牙齿上沾的全是这个的话，就尴尬了。今天这个路啊，其实还算平坦的。要是太陡的话，我也不太想来。只有就是刚开始的那一段是上坡，然后跟着这个山过来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缓的地带。穿过了刚刚走的这片森林呢，然后我们到这边又是一大片的荒地。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全部是荒地，也就是人搬走了之后留下的大面积的这个荒地。这边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搞大型养殖的地方啊，因为整个山上的话，方圆几公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么这个山上的土地啊，从我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比较肥沃的，所以说长草也长得比较好。你看这些里面这些枯草全都是长得比较茂盛的，只不过到冬天之后呢，它有一些草呢就干枯掉了而已。你们别说，我一个人走在这个山里啊，有时候也会被吓一跳，因为这些树林里啊，卯不齐的有个什么小动物啊，有个什么鸟啊，它噗一下就飞出来，当时你就给吓一跳。尤其是野鸡最吓人，它也扑出来的时候呢，它那声音老响了，特别刺耳。快要到了啊，快要到了。这边这些土地都相对比较平坦一些，那基本上呢，到这种地方呢，就能够感觉到这边呢是居住人的地方了。
哇，这个地方的环境太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土地都是很肥沃的，山形也特别好看，然后树也长得比较粗大，是不是老舒服了？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搞养殖啊！我的天哪，太美的一个地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么大的这个土地面积，以前肯定是不止一家人的，对吧？以前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村主，啊，不止一家人。前面咱们已经看到房子了，马上我们就见分晓这里以前的一个状况啊。走了个把小时，终于是走到这里了。这边挖了好多的地。吃饭没有，水？吃饭没有？吃了，你咋子？我来耍呀！你一个人住这点呢？你是哪个？我说你一个人住这点呢？哦。你哪里的？我啊。贵州的。贵州的啊？啊。来得远哦哈。来得远。哎呀。后面。对呀。别搞。等于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呢？我在这里放羊子。在这里放羊子哦。哦。呀，你们这个房子都还是以前的那个土墙房哈。这个房子建了好久了？几十年了。都几十年了。你贵姓咯？姓熊。熊。这点以前应该不止你们一家人噻。现在以前这里有好多家人啊？200几。200多人呢？放完了，我都是在这来放羊子。哦，你们也是全部搬着来在这儿来放羊？就是每天都在这里看羊子啊？喂了好多羊子吧？卖了些，那才还有接近20个吧。还有20个。山上有野货些没得？包谷出来就多也多。那几年你不庄稼就没得好多野收入啊。你一个人还种了好多地哇？种了2亩地吧。2亩地哈。我看你们这里土地还挺好的。建造哪得到就好久都不得走完。我们那部土地都好哦，公路没弄。对呀，我又看到这里土地好啊，出粮食的很哈。全的，那是好得很。这里应该不缺水吧？缺水吧？水也不缺哈。以前200多个人都不缺水啊。以前不缺水哦，那么多人。那就是个好地方哎，你们这点儿。260、70个人哦。就这一片260、70个。那不是房子都几十栋？这点住人有好久了？住的人那是有几十年的。我们原先还不是搬家子那头，挖的那他搬到那头。哦，搬来这儿来的。这个写不给的地那几年。哦，以前是写地方。后来这个土改之后就分了哈。就住在那里哦。这个地方其实好哎。可以哦。你们这个地名叫哪个地名嘛？刘家寨。叫刘家寨。那几年姓刘的，他在这脚不稳了，他跟着拉脚的走哦。姓刘他爬得稳寨子啊，那个姓名跟他这地方走哦。熊他大寨子就大得住噻。哦，对，姓熊的在寨子上就住得着。这是你们那年纪大的人摘出来的哈。51年，那你现在70几啦？75了。你75了？你应该多养点羊子噻。要卖哟，你要养又要卖。你光养不卖，那你等于零咯。小的就是不让我做了。你几个小了吧？是2个女儿2个儿。你也福气好，都成家立业了哈。是老幺还没成到家哟。你还养的有丰啊哈？有哦。你一年搞这些搞得了好多点钱咯？还是不咋的，挣18000块钱嘛要。挣18000块钱？应该不止。你想下去，你个人没得土地，没得啥子，你去咋子？6个鸡都没得样子。还有一个女儿在读高中，你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你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你不是70几了？我那个在那个女儿读高中
是我那兄弟们生下来就死了，他就让我带去的，等于生下来我就带去的哦。等于是你们死了的，他生小的死了的。然后兄弟呢？兄弟他跟那时候还带脚的，也搬下去的哦。哦，怪不得我说你70多了呀，然后还有个10几岁的姑娘。我个人呢有3个安在家了，都有几个小孩了。你个人4个，然后打兄弟家这个姑娘1个，5个哈。等于现在他的所有事情都在你管是吧？是吧？你晓得那个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要不少钱哦。在哪里读高中啊？在万源。万源哈。对，高级了。后年要毕业了。后年要毕业了哈。那你的弟儿他不管咯？他管啥子？就是我们国负担了，他啥不管了。他1年800钱都不跟他拿过的。你有兄弟？对。那他还是喊你伯伯吗？还是喊你爸爸呀？是哦。还是喊爸爸是吧？是吧？不是喊伯伯。你心挺好的，看你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那种人。你可能转路上你还是有名堂。走乡村旅游，积累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候呢，也看到这些地方好啊，也做一些宣传。有一些开发的人啊，他看得中啊，他就可以来嘛，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噻。哦，对，你说那个话那是对的。你搬下去之后上来有几年了？有3、4年了，搬到戒烟了。你也能在这上面赚的钱够你的小的个姑娘花不？那不够哦。不够哈。他哥哥，他细哥哥要补助他点儿。你这个夏天的话，草应该好得不得了。对，这他们说的牛羊都是草，硬是真的啊。我看这个土地，我都晓得出东西的很。你喜欢年轻，那你还有阳光的呢。农村生长的，这地方适不适合生存，土地好不好，地方好不好，大概是有点数的。对的。你看你们家这个位置做的挺好的啊，正好坐在最上边哈。基本上都很少有人来哈。他来抓走那不？是，来就是走路。原先几10栋家房子，现在房子都看不到，就在你这有2栋。全部都倒了哈。打进拆完了，成了爬了哎。拆完了之后，这个林也长起来就看不到了哈。他树子一起来就包完了。3个队就你一个人在这儿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环境真的没得说。这个后边的这一个山脉啊，看起来特别好看，尤其这个位置，我就说的这个位置，感觉看起来像一个驼峰一样。这个叔叔他们家就住在这里，他这位置挺好的，然后视野非常的开阔。这个地方有一个岔口对出去，对面呢正好对的那个山板吧，你看左边的山高一点，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啊。他这个说实话，这个地理位置挺好的哟。这是我们贵州的酒啊，会茅台镇的酒，贵州。这个是天麻，天麻呀。你拿去做啥？你拿来吃噻，炖乌鸡嘛，矮得很。特别你这乌鸡拿来炖，矮得很。这个真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哦？有哪个不好意思？那我走了哈。好，拜拜。我跟你们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爽了。这个上边的土地起码有上千亩。大叔也说了，他们这里以前是3个队，有200多人，相当于最少有50、60户人家。因为交通不便呢，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所以也印证了刚才我的想法，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是坐着一个村主，因为整个土地太广袤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是时过境迁呀，现在就剩大叔一个人在这里固守着这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呢，水源也是不缺的，整个这些土城啊，我走在这里我都感觉得到地下水源丰富。包括你看今天这个太阳晒了一整天了，但是我走在这些土地里啊，它整个土质都是湿润的，就证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这里的土壤它非常的保水，这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些土地是非常出粮食的一个原因。那么跟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它处于山顶下一点点的一个狭长凹槽地带。那这种地方呢，它就是能够保得住水的地方啊。
大叔一个人留在这个山里呢，他养一点蜂啊，养一点羊啊，我估计他一年也应该能够挣个1万多块钱吧。有很多朋友啊，不是想寻找一片大山里面的地方来创业吗？我觉得这儿挺合适的。你养多少的牛羊，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可能就是运送物资比较难一点啊，有几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需要人力。综合这个地方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是养羊比较适合一点，因为养羊的话基本上不怎么吃粮食嘛，稍微的把这些土地种一种呢，也就够了。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重庆城口一座大山的山腰上啊，我们发现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后山呢是一条很长的山脉，然后住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支脉下来，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呢有一片特别平坦空旷的土地，房子呢就建在这里。整个房屋的周边的土地呢还有耕种啊，所以呢肯定还有人留守在这个上边居住。今天呢咱们就上去探访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巫溪到城口的这个路中段，走到这儿呢风景很漂亮啊，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呢继续进山里面去搞探访啊。我感觉他们这边搞得挺人性化的哈，这里还搞了一个公共厕所，我把车停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前面这儿呢有一个点，说是2扇门，它这个2扇门呢说的就是这个上边这个刀片山。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很美啊，真的很漂亮。如果从空中的镜头来看的话，它真的就是薄如刀片的这种感觉。那么这边呢是一条河流，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走这条线的哈，这条线挺漂亮。这条公路呢，它就是顺着这条河走的，所以整个景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往这些峡谷的地带走一走。首先呢，第一个是不太冷，第二个呢，这个低矮一点的地方呢，它这个绿植会更丰富一些。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往高山去玩哈，高山上呢就凉快，对不对？现在呢，我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我们的车子是从那个峡谷沟开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公路了。然后这里呢要笔直着爬山，在我前方的这个山的山腰上呢，还有一户人家在那里居住。大家看这个路啊，本来就没什么人走，然后冬天呢这个树叶枯黄，掉下来呢，整个小道上呢铺的全部是树叶。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坡其实是非常的陡。他们这个小道呢都是来回的折弯，就像那种72拐的公路那种形状。因为你直走呢就是太陡，很难爬，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麻烦。所以这个直线距离，比如说从下边公路的地方直线距离到他们家呢可能就是1-2公里，但是通过这些弯道呢，得拉伸了之后，差不多就有3-4公里的路，所以呢，步行上来又是上坡，可能得走个把小时吧，差不多40-50分钟，个把小时。大家以前老是吐槽我到山里也不带点东西，你们说这个路咋带？我自己要背个包，又要这个拍摄，所以真的是没法带。这个在冬天呀，山上的这些树叶都差不多掉光了，树木呢也看去光秃秃的，感觉有一些沧桑感哈。如果说是夏天和冬天做比较的话，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天气呢？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山梁，那我们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就是我们镜头的最顶方那个山尖尖儿，然后上边就是一大片开阔的地带，那户人家呢就是居住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从这爬上去还得走半个小时吧，笔直着爬。要歇一下，今天主要是天气又热。
谁曾想到冬天也能让人大汗淋漓，是吧？他们这户人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可以耕种，在这个半山的位置呢，相对来说没有上边和下边这么陡峭。但我发现这个土地啊，很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出料啊。这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头、石渣子，包括这个土层呢，应该也不是特别厚。种植的这片土地的周围呢，他们都有用这个栅栏拦了一下，这很有可能呢是在搞养殖，又或者说在山里嘛，有可能有各种野兽什么的，预防野兽来侵袭庄稼。大家看他们种地呢，也是纯手工挖的。你看这边就挖过了，那边没挖。站在这里呢，视野非常开阔啊。看一下，整个对面是群山环绕，但是也感觉到挺孤独的。对面这么大的山，竟然看不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是吧？奶奶，吃饭没到？外面来的。外面来的。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啊，吃了。你一个人在家呀？我个人在屋的。你一个人在屋里？嗯。其他还有人吗？他们啦？嗯。他们我老婆去看城子去的。哦。大家看看啊，这个房屋呢还是一个土墙房，然后现在这里呢还有2家人，除了这个老奶奶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户人家啊，他们应该都是一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边这里呢有很多的蜂箱啊，这都是在这里养蜂的，是不是住在山上挺舒服的？整个周围都看得很开。刚刚呢，老人家也跟我说，还有2个年轻一点的在这里，相当于他们现在是2户人，应该是老人的儿子吧，在这里养羊，然后在这里养蜂。现在呢，到山里面去砍葛藤去了。我估计不到这个下午4、5点，可能也不回来，因为进山干活，我是农村的，我就比较清楚，一出去干活的话，就基本上要干到天快黑了，然后才会回来，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等啊。但是这里大概的情况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地形呢是相当的不错的。这个房屋的后山呢，它是一整条山脉啊，一整条山脉过去，那边是高峰。然后这里呢，正好是这个支脉下来之后呢，这边有一片比较平坦的这个地方，那正好呢，他们住在这里。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呢，也问了居住在山谷下的那个大叔啊，他说这里呢现在就是2户人，一个80、90岁的奶奶，然后另外还有2个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这里呢还出了一个人才哈，听那个大叔说呢是武大的研究生，现在呢是在这个县里边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就是出人才的吧。这个老人家呢已经快90岁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呢，他们这家人呢搬到这个山里来住，最少是超过100年的一个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屋呢还是这个土墙，像这样形式的土墙的话，我估计应该是超100年了。哎，这有些羊回来了，这就是养的羊，这里有4只羊。我走了。走的。哎，走到。你走了回他们啊？不回了，走了，我懒得等。懒得等呐？我想。他要回来哈的，去找档子做嘛。不做了。我走了，奶奶，我就是来玩2玩一下就走了。现在呢，就是奶奶一个人在家，然后我跟她交流语言也不顺畅，她耳朵好像也不太好。然后我如果还在那里看呢，她就会东转西转的说看看，年轻的人在不在。所以我又怕她走着摔跤，所以我就赶紧离开。
就省得他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的，摔到了就不好了。我猜测一下啊，山上这户人家100年前为什么要搬到这上面来住？大家知道，住山里面的人肯定都是那个时代为了躲避匪患呢之类的等等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住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呢，就避免呢跟人有口舌，对吧？还有呢，就是大片的这个山林呢，都是属于他家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时候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对吧？100年前住在大山里面呢，很多人都是挺厉害的，比如说地主啊，很多他都是住在山里面很偏的这种地方。那么最近发展的这20-30年呢，就觉得大山里面就很不方便，对吧？很多地方都通公路了，大山里面呢就没有通。但是你们知道吗？正因为单家独户的住在大山里面，所以周围成片的山林土地全是一家人的。就是住在这种深山里面的人，我问都不用问，他家的山林土地最少是200-300亩以上，你们相信吗？所以你看啊，现阶段来看的话，住在山里的人其实就不错的。比如说，你真的有好几百亩、上千亩的这个山林的话，你每年的这个森林补助款都不少钱呢。所以很多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坏，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你在70-80年前住在这种地方就很好，你在往我们之前的这个20-30年，你住在这种地方就不好，因为不好发展，然后路也通不了。从现在开始往下走的话，住在这种地方又开始慢慢变好了。100年的时间，就是很多东西是转来转去的。我现在呢，就是慢慢的往下走了哈，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湖北恩施的大山上，无人机无意间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绝美啊！门前呢有一片开阔平坦的土地，就像这一片地方就是专门为这一户人家定制的一样，非常的美。我们从后方来看一下，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视野非常的开阔，整个前方呢看去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既视感。我们再从正前方来看啊，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就像一个坐在山巅的一把椅子，有那种啊点兵点将台的这种感觉啊，气势磅礴。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座山上啊，我跟你们说，想要来到这里啊，非常的不容易。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后山的，来到这个后山呢，需要经过一段挂壁公路，而且是没有硬化的。我的妈呀，你们看一下这个路。哪怕我是一个经常走山路的人啊，开到这样的路，我自己都有点胆战心惊。主要是路太窄，边上呢又是万丈深渊。那么我们从后山走过来呢，需要经过这一片的青冈树林啊、沙树林啊什么的。这边的这个环境啊，真的是非常好。看一下这些各种灌木啊，都长得笔直笔直的，是吧？然后这边呢，就是拉到他们家的这个线。哎呦，你们看一下这一条小道上，是不是特别适合拍照啊？整个路上都是这种青冈树叶覆盖的，非常的好看哈。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出片？石头上都长得青苔，对吧？看到了吗？走到它这里就是这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看一下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后山，后山呢就是一个元宝宝。这里有2座古墓，可能是他们家的祖先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啊，视野非常的开阔，看一下对面都是云雾缭绕啊，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这个位置它就像一个山顶上的一把椅子，对吧？然后这户人家呢，他就居住在这里，地理环境很好。这边呢种有怎么说也有个20-30亩的这个土地，全部都有耕种起来。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恐怕就是形容居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哈。我们看一下有人在家没有哈？这些地呢也都全部都这个耕过了，然后这个边上还长一些菜。这个呢是一个土墙的房屋，这边好像还养有蜜蜂，对吧？然后这个玉米呢全部是挂在门前的。他们这边建的这个房屋呢，上半部分是这个木料的，然后下半部分的这个板壁好像是用水泥来敷的，是吧？有人在家，我们听到音乐的声音了。
哇，这个边上挂了好多的玉米，老好看了。还有这个木材也堆了这么多，哎呀，挺好看的。有没有人在家呀？堆了好多柴。哎，说吃饭了在？吃完。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呀？他是你们？哦。他吃点饭。啊，不是，我吃了，我来耍的。哎呦，你们住的这个位置安逸哦。耳朵有点问题。耳朵有。大声点说哈。哎。我说你们住的这个位置还可以。我是可以啊，不得行那个工作都有同事可以，那不行。你走过来也不远嘛，从那边走过来不远。你们姓哪个呀？姓么呢？啊，我姓姚啊。姓姚哈。哦。你哪里？我贵州的。玩呢？玩啊。啊。你们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几十年了。原来在那个汪湖头个以前就上那个高层来。哦。那大概在已经10几年。你种的有好多地哦，我看这些全部都种起的。我在有10几亩。我看起不少。这上面水有没得？水我也没得问题。水没得问题哈，有水的。有好大年纪了你们？我啊。77了。你有77了？哎。咦，我真看不出来，我天！哎，那可不是。我看你像60多哎。那是啊。我1947年嘛。你是1947年的？你刚出生就到这里来了？哦。那小的些在外面搞哪样？啊？我说你家小孩在外面搞哪样的？他们还没打工啊。有几个小孩啊？2个哈，都在外面。种地的话是有牛来耕吗？还是自己挖哟？自己挖。用锄头挖，不用牛来耕地。哎。纯手工挖。哎，今年冬天又好嘛，没事嘛，把它挖下，好走活来抛一些。反正就是没事就挖，没事就挖哈。哎。这个老人家说他们这个土地10几亩，我感觉是不止10几亩的。这个整个片区看起来是不止10几亩的，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做土地啊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个家门口，他所有的土地都全部在这个家门口，根本不需要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可能跑很远去种地干嘛的，所以种地也是非常方便。我估计当初这个土改的时候啊，他们搬到这里来呢，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在山上呢也没有人跟你去争抢土地啊干嘛的，然后再加上把房屋建在这里呢，这个做土地呢也是非常的方便。2个老人家呢，他们在吃饭，我就不在那里跟他们聊了，耽误他们吃饭啊。我出来带你们逛一逛。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这个住这么高，在这个山上会不会缺水啊？我刚才也问了老人家哈，他们这儿是不缺水的哟，水是永远都够的。你们看到没有？这里一整片的这个土地全是2个老人家一锄一锄的挖的，他没有用牛耕，也没有用旋耕机，这些土地全部是手工用锄头一锄一锄挖的，厉害吧？反正他们住在山里嘛，也没什么事，就是砍柴，然后就是种地。累了呢就回家休息一下，没事呢就来挖地。反正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农耕劳作，住在这个大山上啊，欣赏着这么绝妙的美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心理压力啊、负担啊什么的。所以你看那个老人家哈，77岁了，让人感觉真的只有60多岁的这种感觉啊。整个人看去呢就特别的显年轻啊，可能跟这个住在大山上，空气也好，然后视野也非常开阔。这些所有环境带来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身心的舒畅吧，啊，也让人呢看去呢更加的年轻一些。喂猪没得？我那喂的有，喂的有哈。要杀了不？快了，快了哈，马上要杀过年猪了。
你砍了好多柴哟。哎，你这柴吧都可以够烧一年咯。那可能年吧是有个了，可能冬天的要烤火啊。我说外面的人有人走你这里来耍没得？很少哈。天然地方哪个在我们那些地方没有？像我们那些工头也不通，就是那边的工头他那个一点小工头，一般都没那个这一点的。现在我也没得个能力修那个工头，和他们不在硬是他也没打算在搞得住，所以就没修那个工头。就小的也没打算来再住哈。哎，没打算来住。我那会儿假如说死了吧，就个地方就给我直甩了。那些地方以后啊，可能只有没那个住了。就成为山林了哈。哎，他都不山林了，没那个住。经常出去耍不？哎，我跟姑娘他们后来在恩施嘛，就一年在恩施去玩几回啊。一年去恩施玩几回？哎，那你孙子啊，现在应该都好大了。啊，在武汉读大学，都20岁了。20那马上都要工作了哈。现在你们两个老人家反正啥都不管，就在这里管自己的生活就行了。我好像管但是可以不要他们管自食其力。哎，个人管个人哈。个人管个人。你看，你们这就看得开呀，也一下子看到对面。啊，这个是天麻，送一包给你们。天麻。你们这边应该没得。这是就是我们贵州产的天麻。哦，你贵州搞产天麻。这个天麻你到时候吃的时候拿来，头天晚上用开水把它泡起，第二天早上拿来起来炖肉来吃。你们要杀猪来嘛？杀猪了就可以炖排骨。你不贵，送给你。你送给你。我就来看一眼，我就走了。来看一看，又没喝口水，又没抽根烟。哎，让我走嘞，老人家，你收到，就是，然后走了。哎。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我跟你说，年纪大了之后，寻得这么一片地方，水源也有，然后视野也非常开阔，就在这里生活挺好的。如果说在远古时代呢，这个地方确实是那种上佳的位置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通公路，在这里呢就可以很方便的耕种土地，你的劳作效率呢也要比在另外的地方高得多。你一空下来就可以去劳作，就减少了这种往返30分钟、50分钟的这种路程。你看在这里呢，它烧柴也非常的方便，就在山后两边都有大量的这个木材。所以说你在几十年前呀，这个大家都没有通公路的这种场景下呢，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呢是非常方便的。当然了，时过境迁，现在呢，在这种大山上呢就不太方便了，因为别的地方呢都通公路了。但是像这种地方呢，它只有一户人家呢，这个公路它确实是没有办法通过来的。那么这个生活呀，各方面呢就没有那些交通方便的地方来的实惠。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好处嘛。居住在这个地方呢，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视野开阔。如果说让大家选择在这样的地方来无忧无虑的居住和生活，有多少人愿意啊？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沿河的大山里啊，刚刚用无人机查看了一下，前面那儿呢有一个大断崖。大断崖的边上呢，还有几栋木房子啊，看去呢破破烂烂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啊？咱们今天步行过去探访一下。山里的路啊，真是望山跑石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呢是那个地方，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说呢要绕过前面这些山峰啊，才能走得过去。我估计最少得个把小时才能走到吧。这个山上现在漫山遍野的这种红色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呢叫做红籽啊，这个是可以吃的。如果大家是走到山里啊，这个肚子有点饿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采这个红籽来吃啊，
现在在贵州的山里呢，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东西，看看吧，漫山遍野的都是。而且这个呢，好像还有人现在拿来加工成这个酒啊之类的。哎，走到这个垭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几户人家了。大家看一看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视野非常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像一座石头城一样，整个他们居住的周围啊，全部是石头。他们这几家人身后断崖下边的河流呢，就是麻阳河，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住在这里会不会缺水呢？我也比较有疑问啊，因为这个山体呢也比较薄，然后都是石头，我估计藏不住水啊。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搞养殖的天堂。那当然，他们也是在这里搞养殖啊。我们看到这下边有3栋房子，看去呢都是破烂的，没有人住了。我估计有人住呢，也就是顶端的那户人家有人居住啊。像这些地方呢，基本上不会有人来踏足。你看人家出行的几条道呢，全部都关起来的，因为没有人来。然后他们有喂牲畜，也预防这个牲畜呢，来破坏里面种的东西吧。我感觉这里以前应该最少住有7、8户人吧，然后现在呢就少了，这房子都是破的。然后像这一间的话也是破旧不堪了，住不了人了。哎，那一家炊烟袅袅，有人在家。那么还有上边这儿也有人在家，我们看到有一个老人家在那个房间的门口，去看一下。非常高噻！哎呦，鹅叫，狗叫。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也是以前的一个宰基地，现在吃饭没有呢？我说你吃饭了没得啊？吃了，你吃嘛？吃了。我说话你听得懂噻？听得懂哎，讲那个了，听得懂。你一个人在家头啊？你姓哪啊？姓周。你们这里姓哪个啊？你们这姓姓刘，全部都姓刘吗？还有是姓蓝。有姓蓝的。我看那边有好多牛啊、羊子的，那些是你们养的吗？我们养30家人养了。30家人合起养的。你家猪都杀的啊？刚杀的啊？杀了，他那个背啊。跟小儿的杀起来，他们要来背的是吧？背进去过年哦，看一下这个阿姨家杀的猪，我天，这么多！我这个也该30克了，3个儿一根鸡了。3个儿子，1个姑娘，他们都要来拿点哈。我过来耍也没带那么东西，我送点东西给你。哎呀，就发我就要吃。我带东西不方便了，所以我就带着一瓶酒。你把那来，你把那快跑掉了花。咦，你快跑掉。这个酒啊，你拿到吧，我顺便带起来的，我是来耍的。这个是天麻，你见到过天麻没得？这个是我们遵义的酒，这个是天麻。天麻的话，就是拿个东西脱荤啦，那些都可以拿来炖来吃。可以拿来炖来吃，好吃。你要搞那些东西啊！我给你整的饭。不整了。是这个灰黄黄的哎。你哪里都灰毛毛的，我们还不是农村的，你不用再烤点火就走的，没事啊，你坐起烤，坐起耍点嘛。你要搞点蜂糖啊？我说你那个蜂糖一看就是好的，看你拔完了，这个蜂蜜它是好蜂蜜，像猪油了哎。你少整点，我吃不到好多，这个太闷了，少整点。我说话你应该都听得懂哈。
你想的说右边想动，我这个动不了。要不要？好像又动不到哈。那我们是平常噻，我到了叫几个读大学，有几个孙儿在读大学啊？到了叫到了去到同个大学。有姑娘又到市民这个实习，到医院了。医院实习啊？耶，那是好工作哦。尤其有给他做沟通啊，年轻口气去沟。怪不得你说的儿子负担有点重。是哇，你得关心你有这个。已经开了哈。哎呦，谢谢！哎呀，今天到阿姨这里来还，今天在阿姨这里吃到这个原生的蜂蜜啊，就是有点太多了，我天。我看你有些治病也像追蜂糖。山里面蜂糖是在治病噻，它药材花多了嘛，药材多。药材我们都是橘子山几三几年都是老花，你知道它有比药材花的。对，它药材花来做的。我给你做点饭啊。不整，坐起耍儿，我一会儿就走，我要走沿河，太多了有点。哎呀，我们也来了，这都来，去年都不卖了，这些蜂糖才加不给噻。去年子给你卖2升斤蜂糖，他卖到城里面去哈。他老是喂这给我卖。你一年可以产到200斤差不多哈。蜂糖啊。今年这关于300斤。今年可以300斤。去年带有大把斤。前年才带几十斤。那么他听得丢包啊，他话他要给来奖励我了啊，我不奖励我也听不到，还要奖我吧。天才地宝哈。还是就是喂蜂子的话，还是要靠运气哈。运气好了，它就越来越好。从你们这儿走后山那个走麻阳河了，要走好久啊？如果以前走路应该走得下噻。路耶，现在要快点按山那人家从坡要写几十站在上面。写几十站，2个小时走得上来不？有慢点跑2个小时走这个。我就看起别的不得屌啊，就济州是省的个沟沟哈，麻阳河。要种水啊，带牛啊，就是。那我单本呢？不整了，我要走了。吃点饭去吧。不吃。我拿给你那个叫天麻，你拿来炖那个排骨啊，去炖来吃。我跟你讲啷个吃法哈，你第2天要炖的时候哈，头1天晚上烧开水的把它泡起来，泡上了第2天把它切了之后再和排骨一起炖就行了。我在细心的。不谢谢。听那个刘阿姨说啊，以前他们这个地方有20几户人家，全部都搬走了，现在只有2栋房子有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他们这几栋房屋的后山呢就是大断崖，然后下边呢就是麻阳河。朋友们如果喜欢这种徒步旅行的呀，可以到这里来到麻阳河去玩一玩啊，非常的不错。在贵州遵义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原生态的村庄，这里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奇峰异景，那是数不胜数。在这梦幻的秋日啊，村中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发着金色的光芒啊，更是格外耀眼。这棵银杏古树不但长得好看，它身上呢还长着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据说银杏树上长出这种东西的概率是10万分之一。那么它到底长的什么东西呢？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汇川区建设村的三岔河，我们说的千年古银杏树啊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去看古树之前啊，我想跟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村庄。这个村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2年前我拍了好多的视频呢，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我感觉应该不下20个视频吧。大家想看的那种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奇峰异景，以及我们很多在山上的独居人家呢，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地方呢，地处遵义仙人山和大娄山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建设村三岔河的山顶这些地方啊，有非常大面积的森林。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可以满足大多数人对于这种生态旅游的向往。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地方呢属于原生态的村庄啊，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开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地形，山很高，峡谷也很窄。而在这些山川、河流、峡谷之间呢，有很多咱们看不到的风景，包括我来这里已经10次以上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的景我是看不到的。你们知道吗？这些山峰，包括有一些石柱笋，它都有一些人文的故事在里面，包括地理学呀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在这些山峦之间呢，还有一些溶洞啊，包括在一些半崖的岩洞有这种小瀑布出来啊等等。所以建设村呢，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探秘的宝藏之地啊！大家可以从这个大的环境来看一下，它两边是2个峡槽过来，然后一个峡槽过去，在中间这个位置呢，就是2河交界的地方，前边呢也有一个2河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三岔河。它有2个三岔河，上游的位置呢有一个2河交界，再往下走一点有一个2河交界。这里整个呢它是分为3、4条大峡谷的汇合，在这些峡谷上面的这些山涧啊，有很多隐藏在山中的这些独居人家，起码有个5、6户、7、8户吧。对于我个人的见解来说啊，这个地方真的是适合轻度的搞一搞这种乡村旅游开发。我个人的建议呢，这里特别适合搞户外徒步旅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现在做户外徒步旅行的这个群体非常之庞大，而这里呢，恰好有这个天然的优势。这个地方几条大峡谷串联，我们在峡谷里可以作为营地的基地。我们要去徒步，可以徒步到山上。这个徒步路道呢，可以好好的去设计一下。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些山峰之间呢有很多的溶洞，包括有一些地方呢是半崖出水的，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有人文故事的等等。那么我们徒步的路线，把这些特别有意思的奇景把它串联起来呢，我相信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呢，他是愿意到这里来玩耍的。在这个峡谷深处、河流边这些地方呢，可以做一些水产养殖，做一些民宿，包括养一些鸡、养一些鸭、养一些羊等等，让外面进来玩的人呢，他有吃的有玩的就够了。山顶的那些独居人家呢，就让他们住在那里，然后那些地方可以设计成什么呢？户外徒步者的补给站。上面可以卖一些东西，就像我们有些大景区一样，他们会把一些食物啊背到山上去卖，对吧？那么这里呢，可以继续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然后在山上的这些独居人家设立补给站。那么徒步爱好者呢，他徒步到山上去之后，他可以在上面露营，可以在上面那些有人的地方住一住，他也不显得害怕。大家想一想，3、5结伴呢，在这个大山之中徒步旅行，然后夜晚的时候我们露营在高山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想想都特别有意思，对吧？而且我们在山上露营的时候啊，很有可能看到我们山里面的很多野生动物啊，包括野猪啊、山羊啊、什么昏子啊等等，这些野生动物在这个山上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我想的这个思路呢，不需要大的旅游公司来开发，村集体呢就可以去完成这个事情，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当地的老百姓也可以在这里卖东西啊什么的，不需要搞得太商业化，就是尽量保留它的原生态。我们一些喜欢野外的徒步爱好者呀，包括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啊，其实都是更加的喜欢原生态一点，商业气息不要那么浓。只要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有吃的有玩的，有到深山里面探寻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就够了。而且在这个村里面呢，还有一棵镇村之宝千年古银杏啊，在这秋冬来临之际啊，银杏树变黄，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格外耀眼，非常漂亮。现在咱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本来是要开车直接进去的，但是不巧啊，他们这边正在修补这个公路，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上边来还是下边上去呢，都是开不过去的，只能步行。正好步行呢，可以带大家看一看这一路的风光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2河交界的地方。这条河流呢，就是从上边的三岔河的位置呢流过来。这里呢，像是一个锁口啊，这边是一个20湾的这种峡谷，很美的哈。特别是夏季，咱们到这里来
游玩，到这里来玩水呢是非常舒服的。看一下这个峡谷里面正在修路，等这个路修好之后呢，大家要到这里来玩呢就更加的方便了哈，直接车子就可以开到这个峡谷里边去。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就像是一道石门啊，公路呢从这个中间开了一道口子，然后把这个三岔和这个小组呢，好像是锁在这里边的这种感觉啊。这里呢就是我之前来拍摄的那个侯大姨她家啊，然后前边呢已经看到那个显眼的银杏树了，大家就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这棵树除了长得好看，它身上呢还有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大家眼睛看过来，就是树上这些倒挂着的这种锥体东西，整个树上全部都是，特别是下边这个枝桠这里啊，一排非常的漂亮，包括整个树的上边树梢的地方呢，也都有稀稀疏疏的这种倒挂的锥体。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它叫银杏天笋啊，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在银杏树上长出这种银杏天笋的概率啊，是10万分之一。我相信大家见过很多的银杏树，你们有看到过这种锥体吗？是不是很少看得到？那么说到这里，小伙伴们又更加的好奇，这个天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棵树啊，它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之久。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这棵树的时候呢，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那个时候呢，可能一些地壳的运动啊等等，诸如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等等这些大自然的灾害呢，对这棵千年古树呢进行了不断的摧残。可以说，这棵古树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树上呢也能够看到很多的伤痕。像这种天笋呢，就是泥石流一些地燃灾害不断的对这棵树进行撞击，撞出了伤疤之后，这个伤疤的位置呢又不断的愈合长出来的这样的天笋。所以说这个天笋呢也是这棵树成长千年经历了各种磨难的一个见证。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